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47.71，收盘价是252.94，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9.43，最低价是在244.5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5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572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开始减弱。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继续出现较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在前低，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最低的附近是遇到了支撑，然后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反弹，在上方是260这个位置遇到了压力，然后在盘中又出现了回档。那也就是说，当日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震荡。实际上我们从当日的这个最高点和最低点的负值也可以看到是达到了15个点也就是出现了大幅的震荡。但是呢，最后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并且呢，成交量呈现的是略有量增。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又留下了长长的上影线，那说明当日的这根也就是在7月8日盘中的这个交易日股价出现大幅的震荡，然后多空双方在这个地方是遇到了这个我们说是比较大的一个争夺。对，那同样呢，就是说上方留有长长的上影线呢，也说明目前可能会有获利出场，也就是上方出现了卖压。那出现这样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中绿 K 线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震荡呢，也说明股价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也就是目前的这根 K 线说明股价是有回档的意愿的。对，但是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来说的，但是我们还要观察到一些信息。那这个收盘价站上前高，成交量增，那这两个指标对于 K 线技术来说是在日后股价是要继续上涨的，所以这样一来就给这个日后股价的走势继续带来不确定性。对，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我们把2个交易日连续出现的 K 线组合来看。对，那么这2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在7月5日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说明下方有支撑。然后在7月8日上方是有长长的上影线，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那因此这2根 K 线它们的最高也就是在260附近，和它们的最低是在242附近，那这2个位置将成为日后股价突破的关键位置。那也就是说，出现这样的 K 线出现给日后股价带来不确定性之后，那么2根 K 线组合，我们就会看到2个标志位，也就是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
260，我们认为将会突破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股价会继续上行，那也就是我们说的继续叫换手成功。对，那么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42，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一波回档的走势。对，好，那我们为什么说继续我们在回顾之前视讯提到的，因为7月8日这根 K 线是站上了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那之前我们说的，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蜻蜓线，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日后的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而恰恰在7月8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啊，它是收盘价是站上了这根蜻蜓线最高，也就是说预示股价会继续上行，但是当日的 K 线又留有长长的上影线，又呈现抱有大的成交量，所以我们说这根 K 线依然是给股价带来了不确定性。好，这是我们又拉回来重复来说明目前这2根 K 线给股价带来的不确定性。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日后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我们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收盘价在253附近，另外一个是收盘价在258附近。那么很遗憾，就是说股价到达了这个位置，而没有收盘在高位。对，然后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45附近，也就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那实际在7月8日收盘价是在252.94，出现了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收盘价在253啊，我们说在点位上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呢，这和我们预测的走势不叫略有不同，是完全不同。就是我们预测的上涨应该是一个高开盘，对，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而实际上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对，然后呢，我们说下方的支撑呢，就是如果出现上涨呢，下方的支撑呢应该是在255附近，而当日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是回踩到了240，是在244，也就是245这个位置，所以走势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再说回来，点位相接近，然后呢，收盘价的性质是相同的。所谓性质相同，就是收盘价是站上前高，然后当然是继续一个上涨的走势，所以方向是正确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回顾。那由于我们从单一 K 线而言，就是收盘价站上前高，成交量增，将会预示着股价继续上行。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7月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依然不变，就是265。这一波涨幅我们在前一期视讯提到过，就是说出现这样的拉升呢，那么现在股价就是或者是多头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265的。我们说它的目标是一定要突破265的，但不代表能够实际肯定能突破它。我们说的是目标一定是它，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仍然会有多头力量的聚集。对，那么在目前在到达265之前的压力位，就是7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60。对，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小小的整数关口。对，对。
那么这是一个再次暴露出来的一个压力位。那么还有隐藏的压力位，就是从260到265之间，包括265本身这个目标位，都有可能是股价上行的强压力。那么我们来看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走势，看看上方能够到达哪个位置。好，那么我们说站上265这个位置呢，一旦这个位置被站上，将会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那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有底底高，上方已经有了头头高，瓦解了这个空头趋势，又有多头趋势。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股价的目标一定是299，就是要收复这个空头的趋势。那么第二个目标，这个299实际上也是300关口，那它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站上这个位置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下方我们会看到有底高，现在上方还差一个头高，所以我们说目前股价多头的目标是265和300关口，这是目前股价要到达的目标。那么其中我们也认为这个300关口它应该是一个极强的压力。我们再来从更长期的一个趋势来看，说站上300关口不仅会瓦解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同时也会瓦解我们说之前这几个高点建立的空头趋势。对，实际上呢也是如果我们从更长期的来看，一旦站上300关口呢，将会瓦解自2021年11月6日，对，也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建立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也将会被瓦解。好，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之前我们会看到涨到300关口的时候，并没有站上314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一波的多头并没有瓦解这个由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所建立的空头趋势，继续出现了震荡下行。那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一波继续上行，我们看看是否能够突破265，然后是否能够突破300关口。对，这两个位置将是非常强的压力。好，那300关口如果被站上，第三个目标就是314。314仅仅是一个压力位，一旦300关口被突破，那股价接下来的目标一定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因为之前的这些高点它仅仅是压力位。对，好，那我们刚刚叙述的都是目标。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那目前对于次日股价上行的一个重要的压力就是前高260，包括265。好，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我们刚刚说了，出现这样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又抱有大的成交量，说明有卖压，那么股价是有回档的意愿的。回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也给出了2根 K 线合并之后，它们的最低242将会成为目前的关键的位置。对，它是一个强支撑，当然还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对，那么这样的强支撑是支撑住股价不出现回档。那股价一旦是我们说跌破了这个2个强支撑，那它的目标我们说也是不变，仍然是177，因为177是6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相对于目前的股价，这就是前低。所以跌破这个位置，不但是收复这一波的涨幅，同时也是瓦解自6月11日以来建立的多头趋势。所以下行的目标依然是177。
那支撑我们刚刚说了242，还有当然更高的位置是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7月9日是从246到247之间，是在这个区域。当然，如果股价进入到更深度的回档，我们说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和日后K 线的焦点，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位置是20日均线值，都是强支撑。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7月9日是到达了201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好，那这是第一个目标177，第二个目标就是168，跌破168，那不用问，继续恢复。我们说，实际上继续恢复之前这个中长期的还有长期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继续恢复。那么168如果被跌破呢，接下来的第三个目标就是139，139被跌破，那也就是说将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这样说的前提是股价在不站上265和300关口之前出现回档跌破这个位置才会继续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好，其中下行呢，就是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很容易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急涨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大幅的震荡。一旦出现大幅的震荡呢，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而跌破5日均线值，这是很有可能的。对，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推断呢？就是我们在测算各条均线值的时候，目前呢股价只有出现一个急速的回档，那么跌破5日均线值，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各条均线的走势呢，才会是一个平滑的曲线。对，这是我们仅仅是从数据或者说是技术方面来推断，说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的。对，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补充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9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这根蜻蜓线实体的下沿，正好是在250。这个也是整数关口附近。那么在7月8日，我们会看到是出现了大幅的震荡但是最后是收高的。好，那到了7月9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依然是250。对，我们看这个整数关口。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在250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继续收高，或者说是出现横盘向上。但是如果股价尤其是低开盘，然后呢盘中如果是在250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走势的。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50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呢，我们有一个50%的多头仓位。那我们在做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从进场一直加仓到50%，我们把它称为叫全仓。对，那加到全仓之后呢，应该就是不会再继续加仓了，就是要等待获利出场了。当然，如果我们根据股价的涨势呢，我们接下来会考虑把全仓加到满仓，满仓就是100%。对。好，那我们来描述一下，因为在前一个交易日、前一期视讯当中，我们在描述这个50%的这个全仓的时候由于我在这个记录的时候
有盘前盘后的加仓，可能说的不太清楚，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把这50%的仓位再描述一遍。那这50%仓位，我们是从6月12日收盘之后开始5%进场，然后在6月17日收盘这个位置是10%加仓，然后在6月26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10%继续加仓，那到了7月1日收盘价这个位置又是10%继续加仓，那么截止到这个位置一共是35%的仓位。当然我们在这里提的是收盘价就是在当日收盘价这个位置加仓，实际上在加仓的时候呢，可能是要到次日的盘前了，但是我们记录的成本位都是在次日开盘的这个就是这个位置去核算成本的。好，那截止到7月1日收盘价是35%的仓位，然后我们又在7月2日收盘价5%继续加仓，因为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我们采取的是不是10%这样的一个加仓的一个档位，对。然后到了7月3日收盘价，我们继续给出加仓的建议是5%。那最后一次加仓是在7月5日收盘价，这个7月5日收盘价继续加仓是5%。好，那这样一来，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仓位加在一起已经是全仓50%。那这50%的全仓，我们的成本是在209.14附近，也就是在210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样50%的仓位到了7月8日收盘价在252.94这个位置，我们说收盘价站上前高，成交量增，通常我们是要继续加仓的，但是由于呢我们已经是加到了全仓然后呢当日的这根 K 线又留有长长的上影线，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们将不会继续加仓，就是我们保持住这50%的仓位，其实是保住我们的利润。一旦出现回档呢，我们可以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是可以停利出场的。对，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已经加到50%仓位的这样的一个仓位是不会再继续加仓的。好，那么这个仓位到了7月9日，我们要给停利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在7月9日是在246到247之间，所以这个7月9日收盘如果跌破了5日均线值，也就是246，那么这个多头的仓位呢可以停利出场。对，我们说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叫停利出场。当然如果不想停利出场，等待股价如果比如说横盘，或者说是进入深度回档，我们想等待继续加仓做多，那么这个仓位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7月9日是到达了201，也就是在之后的交易日如果不停利出场，我们可以一直守20日均线值。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一个描述。然后我们再来补充说明说，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进场，比如说我们在7月2日收盘价5%进场，在7月3日又5%加仓，例如在7月5日又5%加仓，那有15%的仓位，或者可能在7月3日收盘价才刚刚进场，或者这个
在7月5日收盘价这个地方刚刚5%进场。那么对于这样的仓位呢，我们说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尤其是在7月5日刚刚5%进场的这个仓位呢，止损位我们是设在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如果是在7月3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初次进场呢，止损位我们守它的最低，包括这个缺口，也就是守231这个位置。当然，如果是在7月2日这个收盘价初次建仓进场，那现在的止损位可以守213啊，我们以此类推。好，这是我们对所有多头仓位的一个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那对于空头来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60到265之间，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其实我们会看到，从这根含有长长的上影线，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卖压已经出现了。如果继续出现卖压，然后再有空头力量的进入，那么我们认为然后呢，多头呢就是不再推动股价，那么出现这3个可能之后，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对，所以呢，我们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60和265，那么他们的目标，现在我们说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42，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瓦解，或者说是叫确认这根变盘的信号 K 线，就是这个蜻蜓线。那这根蜻蜓线我们在前一期视讯也说了，它也可以称为叫吊人线。高位的吊人线是股价反转向下的一个标志，所以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242，但是一旦跌破了242，实际上也就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也就会推动股价继续进入深度回档，所以这是空头的目标。好，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7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60，第二个压力位是265，第三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281到290，第四个压力位是29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46到247，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42，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第三个支撑是下方的这个缺口231到234。那第四个支撑呢，我们愿意给出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22附近。好，那我们再补充说，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01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么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那么我们预测这股价继续上涨呢，完全是个人经验的推断。对，好，那么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它将是高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0，上方最高会到达262，收盘会收在255附近。但是如果股价能够突破265，到达268，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62附近。那么这两个收盘价的点位呢，也就出现这样的上涨，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得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出现这样的上涨呢，我们认为就是说股价会站上一个是继续横盘向上，或者是站上前高，但是我们认为不会就是收盘价
可能不会突破265这个位置，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6，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3，然后收盘会收在246附近。那出现这样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呢，我们认为收盘价很有可能继续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